耶！现在来到 Lake Pukaki， 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颜色接近，算是土耳其蓝还是宝石蓝的颜色哦，很棒，很棒。等一下要去看一下 Lake Pukaki 旁边很有名的鲑鱼店，对，那去看一下这边纽西兰很有名的鲑鱼餐厅跟鲑鱼店哦。这边相对反而风没有像昨天瓦纳卡那么大，还有人往下走了。这个可能要去湖边玩水，现在应该就1-2度，还去玩水也是蛮厉害的。给各位看一下，土耳其蓝还是宝蓝色的湖水，很漂亮。大家有机会路过的时候可以来 Lake Pukaki， 这边就是来到了这个叫做高地鲑鱼吧，高地鲑鱼村。刚刚在那个 Information Center 那边也有卖鲑鱼，只是那边主要是卖一些外带冷的，但这边是高地鲑鱼村。哦，进来应该是这样，这边是餐区。Sorry, thank you。这边的话就是户外的用餐区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喂鲑鱼，可以自己去拿饲料来喂鲑鱼。那有很大的养殖区，这边就是喂饲料的地方。这边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养殖池塘。刚刚我吃了一下他们的鲑鱼，其实好像蛮好吃的，少数可以吃到鲑鱼这么有弹性的。因为像之前在台湾啊，吃的鲑鱼普遍都是比较软糯一点的，但这边吃刚刚好，超有弹性的，超好吃的。推荐大家过来吃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因为台湾的可能是因为空运的挪威鲑鱼，或者是哪里我也不知道，相对的真的没有那么新鲜。那这边吃，可能我吃比较少啦，我觉得算是我前3名觉得好吃的鲑鱼生鱼片，大家可以过来吃吃看，真的蛮推荐的。这边是一个 look out 的店，哇！现在到塔斯曼冰川的入口处，就是库克山的下面。有个冷，这边跟外面的温度巨降了6度C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入口处，哇，这是入口处满满的高山。哇，这边厕所，刚原本想上厕所就被封起来了。我们先往前面看。这边还是入口处，要走大概1公里。那等下到冰川的时候，稍微再录一下。这边要往前走1公里才到。塔斯曼冰川后面的巨大山景，哦，这大。
塔斯曼冰川，哇，哇，哇，好累，好高，下面有几块冰块。走了大约1.5公里上来，景色蛮辽阔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冰块。现在是他们正冬天8月1号，8月30号，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，远方的雪山是还是白雪皑皑，但是冰河上面其实没有想象中像我一样，就是布满着碎冰块。远方有一点冰块，还有一些小冰块，像这边。对，但是比想象中的落差会有一点大。那上来这边的话，个人觉得 CP 值没有很高。看这个的话，其实可以去像蒂卡波湖或是瓦纳卡湖，看到的景色可能会更壮观。推荐指数不高。回程的景色是这样，其实回程的景色好像比去程的景色还壮观。这边呢有一个地标上的 Blue Lake， 但是看起来蛮像 Green Lake。个人推荐不用特地绕过去看，因为在你往 Glacier Viewpoint 的地方的路上就可以看到，就可以省去走大概500公尺的路。那这是下山的景观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耶，好，有够冷，太冷了，马上回家。